一部好的电影一定是一个艺术品啊，我觉得是特别神圣的一件事情吧。再跟自己多对话，哪个地方你还得再去使劲儿。又见面了，哎呀，太高兴了。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样？到戛纳来，累不累？但是确实有点累，但是来到戛纳这个心情还是非常开心的。我知道你有好多粉丝，我也有点粉丝。我今天先问一个我的粉丝知道我可能会采访你提的一个问题哈。然后他说和19年相比，这次带来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次来到戛纳之后，感觉参与感更强，也慢慢真正的感受到说这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电影人的聚会，对，能够有参与进来的感觉吧。完了，他还问说这几年拍了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片子，有没有进一步感受到表演的乐趣？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感受到表演的乐趣吧，因为刚开始拍戏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还是紧。然后现在我感觉就更松弛，在表演当中更能享受人物和人物之间融合带来的这种感觉吧，挺好的，是吧？对，现在票也都抢完了，我们在戛纳也抢不着你的票了，所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吧，这次带来的作品。这回来到戛纳，这部电影叫做《河边的错误》然后我在当中饰演的角色叫马哲，是小镇里的一个刑警队长，对，然后在一个侦破一个案子的过程当中，逐渐迷失了自己，然后有些荒诞，然后有些记忆的偏差，就不知道哪个是真实的吧。然后这个的话是余华的一个，对，余华老师的小说哈，这个小说写的是什么年代？小说这是余华老师正式发表，应该是在1988年，跟我同年。你是不是还要找那个时代的感觉？我们亲身经历。我们当时去到，我们提前了很久。当时我在厦门参加完金鸡奖之后，我就直接去到了我们剧组，当时在南丰，江西的一个县城。然后那个地方整个生活状态，我觉得就是其实挺有我记忆当中90年代的那种感觉啊。这不是你第一次演警察吧？应该算是第一次正式演警察演刑警这样。那你作为一个刑警队长，你演的这个人，他在生活中承担什么压力？你体会到的？因为刑警队长他们经常就是夜猫子，就是他们晚上是基本上就是只要有案件或者是有特殊工作的时候，他们晚上就很难回家，所以跟家庭就是跟自己家人的这个关系其实是难处理的他会承担一部分的压力吧。你觉得这个实际上现实中也是存在的，是吧？对，存在的。那对你来讲，怎么样表现在一个人物身上？因为其实剧本里面也提供了这些像我那个人物里面，他有他的家庭生活，有他的工作，他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悬疑片或者是一个类型片，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整个只是在一个案件的整个侦破的过程当中，然后他的生活和他的整个心态发生了一个改变。那6月份你会有其他的作品在国内上映吗？对，有一部这个是真正悬疑类的一个强类型片，叫《消失的她》。OK， 什么时候？6月22。6月嘿，这个有日子了。对，这个有日子所以这个的话，那在这个马上要上映的这里头的话，你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也没看过。对然后我饰演那个角色叫何非。他在里面他有很多阶段，就是消失的他这个人物对我来说还挺有挑战和吸引的地方是，它不是一个线性叙事的这样的纯线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里面时间线是乱的，就他在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可能突然一下跳到他刚入社会，或者是在这个阶段当中突然一下他跟他老婆之间怎么交往什么，就是他会。那我就特好奇，你们拍这种样的片子是先把一个年龄段拍了呢？还是像我们看你们似的，就是一会儿年轻的时候，一会儿谈恋爱的时候，一会儿是婚后，一会儿是什么？消失它就是比较难的点，其实也是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只能穿插着拍，因为场景的问题，因为这个故事的就是里面整个场景调度的复杂度，所以经常需要跳着拍，所以我就每天就在较真那个胡子的问题。对，因为拍正常时间线的时候，他是有胡子，整个人会非常颓丧。对，
然后拍他初入社会的时候又要比较青涩一点啊，所以经常会跳着拍吧。哎，这《河边的错误》导演很年轻是吧？很年轻，91年的，比我小3岁呢。合作愉快？还挺愉快的。哎，我特别好奇，这个90后是怎么当导演呢？而且当他碰到像你们这个可能资质比他更多的演员，他能处理吗？因为我也不需要怎么处理，嗨，因为对，因为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因为年龄其实相仿，虽然小一点点，但是年龄相仿。大家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会很多时间都是在沟通，然后在电影开拍前，我们也会聊很多。我们把这个事情聊透了，聊到一个方向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一块儿去做就好了。聊的时候还聊得挺高兴的吧？聊得挺好的。然后像魏淑君导演，然后他很年轻，但是他很沉稳，然后也很有想法，然后也挺先锋的，然后也敢说敢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是不是你们送片子之前的一天，他还在剪片子？不经常有这种样的事儿？对，他一直在剪。过年之后差不多半个月才拍完，差不多2月份。他想赶今年的戛纳。对，那还真是挺紧张的。对，挺紧张的。你在这个河边的错误，你为什么接这个戏呢？这个戏里头这个角色有什么是特别吸引你的地方？那吸引我的点太多了。首先是余华老师的原著小说，这是一定的一个点。再是这么年轻的团队，很有想法，然后很年轻的团队。然后还有就是胶片拍摄，就是演员对，我们是16毫米拍的。然后那得有偏比啊，什么对你们演员是很苛刻的。而且，他很多冒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16毫米我们拍的时候，现场你看不到反送，就是你看不到一个清晰的一个回放。对，所以我们都是摸着黑拍下来，就是靠现场感受，靠大家对于这场戏的整体判断之后拍下来。那你们每天要看样片吗？过一段时间嘛，因为着急，所以他一边拍一边要送去洗。对，把胶片洗出来。洗完了之后再拿回来，大家看。我们再看。为什么选择用胶片拍呢？导演和你们是怎么想的？首先非常符合这个故事的气质，一个90年代这样的80、90年代的一个气质。它有一个那个它的那个颗粒感，就是那个是我觉得数字机现在你虽然可以做胶片，但是你很难达到那种在真正在大荧幕上放映的时候那种颗粒感和历史感。对。不过这年头用胶片拍的话，是真的是热爱电影。是的。是吧？对。但对你们演员，应该你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只用单机嘛，因为胶片拍它只用一台机器。然后我刚开始出来拍戏的时候没赶上胶片，就是我从我电影学毕业，就串过一次。然后当你听见那个胶片机里面开始转的时候，那个声音，你觉得是特别神圣的一件事情吧？然后这次有机会能真正用胶片机真正拍一部电影，就是对。还挺来劲的，是不是？太来劲了。这个电影出来之后的话，你的期望是什么呢？我希望，其实说实话，我们在开拍前，我们没有做所谓说表演上我有什么企图心，就是在这个角色上面有什么企图心，要把自己的表演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一帮年轻人凑在一块儿，用一个比较偏向理想主义的一个方式去做这件事情。他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或者是观众对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就等片子出来之后好，我们也挺高兴；要是不好，我们也认了。对，所以你们是完全随缘的一个态度去做的这项。然后导演这次在这个戏里面用了很多素人演员，这个对表演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对于电影学院毕业的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对，说跟素人一块儿演戏是什么感觉？因为他们没有假的。因为他们没有学过交流、判断、反应。那对你们跟素人合作是不是也挺累的？不累啊，不累，累的是就是不会说沟通或者累，或者是互相走戏累。累的是我尽量得想办法让自己更生活化，就是自己的表演更真实、更生活化，同时你还得完成你的戏剧性，这个是比较难的地方。这个好玩吗？这个比那种更绷着一点的演戏的话，哪个对你作为一个演员来讲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是不同风格。其实我现在没觉得说表演我一定要追求哪一种风格，倒是
高级的，或者是厉害的。我觉得像《消失的她》就是另外一种风格，它偏舞台戏剧性。就是它虽然是电影，但是它里面的戏剧冲突，包括场景设置，包括里面的表演方式，都会偏戏剧化一点。它会比较极致一些。但是像到河边这个，它反而是就是另外一个感觉的一个表演方式。有没有你作为演员，是不是需要发明一些这个人物的小动作呀？比如说抓头啊，或者他焦虑的时候的，其实需要吗？这也是分影片的类型，我觉得。像那个《消失的她》里面，就是它有特定性的，然后它又是比较外化的，比较戏剧冲突比较强的这种。比如说他在里面，他的精神会有问题，你可能就会有肌肉的抽动。比如说这种典型人物、典型动作，就是你会设计这些东西。但是像河边这种，我就不太会去设计这些东西，就是让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包括他，你更想让他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像河边那个人物去体验完生活之后，我觉得跟导演商量完之后，我们觉得他应该会更胖，然后会过劳肥，然后整个人状态是下来的，对，所以去到那儿我们就开始增肥，就开始吃。吃什么呢？应该江西还是有好吃的，对吧？对，我每天使劲吃。作为一个胖人的话，就只对吃关心，立马转移视野，就是说不要再谈演戏了，说吃什么了？每天吃4、5顿嘛。然后睡前我一般睡前这也挺痛苦的吧？原来觉得增肥应该因为一直控制自己的体重，所以习惯了。但是总想说有一天要是能放开吃，肯定特爽。结果呢？结果真的很痛苦，是吧？因为你要刻意增肥，短期时间刻意增肥，你晚上就得睡觉前你就得吃大量的碳水，吃蛋白质，然后吃一些喝饮料，反正我是以这种方式。你是不是？就我最近在网上看，因为秦昊刚刚演了一个电影，他不是也增肥了吗？然后后来他有一个什么5天的减肥计划，那可能我估计大家对增肥都不感兴趣，就特别知道你怎么减肥的。就是后来你演完了，到戛纳之前，或者在参加下一个片子之前，你肯定还要把自己恢复原样，对吧？对，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件事越来越难。我现在想会特别快，但其实还是需要点时间的，然后也需要点毅力。我原来觉得我只要一控制饮食就能完全瘦下来，能恢复原样，但是现在发现不行，就是你必须得坚持，然后你得锻炼。你早上起来的空腹有氧你必须得做，然后你的核心你必须得去练，你才能让它那个有效的瘦下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验，但是在你增肥的阶段。吃到什么好吃的了吗？那就是敞开吃。我喜欢吃辣的。嗨，在江西。那江西有辣的吗？有，太有了。在南昌，然后吃爆炒、辣炒黄牛肉，就是一大盘，然后各种辣炒的各种菜，然后弄一大盆米饭，就全和里边，然后每天就吃。是不是刚开始也有点嗨？那太嗨了。对，到半个月之后就不行了。就不行了。那这个增肥阶段要多长时间呢？我当时尽快，我们争取，我的目标体重是160斤左右最后还行，最后1个月左右163斤的。演员这一点是挺让人揪心的，就一会儿要瘦下来，一会儿要但是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对表演也有很大的帮助吧。为什么？因为你把你自己就是真正变成那样了之后，你就不用演你很疲劳，你不用演你现在整个状态是不好的一个状态，你现在就是不好，你就不用演，你去感受就放松，把自己状态放松下来，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就好了。所以就是说，你在那种状态里头，有些东西会自然而然的就表现出来了。对。相信在你面前摆着的剧本是一摞的，你最想演的一个，或者是说你下一个想去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其实我不太提前设定说，我冲着说我想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我去找。其实就是在后面的剧本当中我去看，有时候这个剧本就很奇怪，总有一种直觉。就是当你看这个剧本的时候，你就感觉导演特别想拍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人物你也感觉到跟你身上有一种某种连接，你能感受得到啊。我主要就是在找这个。所以那这些在你面前剧本你都得自己看了。我一定看，那是很大的工作量。对，所以闲着的时候现在就是看剧本。所以你到戛纳的话，行李的一半是没有，我这回来就是享受戛纳。哦，真的？对，没有带其他的工作来。那其实你所谓的享受好像也挺忙的啊。是。今天一天，早上咱们一块儿聊了一会儿，然后你就又干什么了？现在是中午了，肯定没吃饭的吧？还没呢。然后呢，你就拍片子。对。拍欧莱雅的片子，对，拍了一些海边的海景。对，我们俩今天在这儿重新见着，还得感谢一下欧莱雅，是吧？对吧？欧莱雅还是我们在这个欧莱雅值得说这个地方第2次见面，所以怎么样跟欧莱雅合作？真的很开心，这个是真的很开心，因为欧莱雅其实我拍的是个好的金主爸爸。我第一支广告就是欧莱雅。哦，真的？对，就是能接到广告的时候的第一个就是欧莱雅。然后到现在5年了吧，就是一直陪伴，然后一直我觉得就像看着我在成长，然后看我在好好做演员这样。对戛纳电影节有什么感受？觉得戛纳是什么样的一个电影节？我觉得戛纳真的是一个电影人的聚会，这个不是光是字面上的一个聚会，它是落到实处。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电影人在这里就是你能感受到那种受到尊重的感觉，然后对于电影的尊重的感觉，所以来了之后就真的还挺开心的，也很舒服感觉。昨天走红地毯的话，看的开幕式的第一个电影，是什么电影？昨天是 Johnny Depp 的电影，说 Johnny Depp 后来你们吃饭就在你们旁边，对吗？啊，他没来。他没来啊？我也想，就在我后前方，然后我看他那个牌子在那儿，我就等着，怎么还没来？后来就没来，太晚了我就走了。所以他没来，他的电影怎么样？是个什么电影？昨天电影我没来得及看。对，昨天因为后面有其他的工作，所以走完之后我就赶紧先去忙别的去了。对，完了之后，等回去吧。回去再看。有什么这次的电影是你这次特别想去看的吗？怪物。怪物是演什么的？就是失之愈合导演的一个新电影，然后是安藤樱主演的。我今天就去看。是今天？对，今天。所以来电影节能看电影，除了参加以外的话，是不是也挺开心的？真的很开心。然后你们这个一种关注里头的这个片子的话，会有什么安排呢？你们应该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对吧？对，有首映，20号有在电影宫有一场首映。就是河边的这个错误的话，你对他的就是反应和他在电影节的反应有什么期待吗？其实没敢想，就是能够拍，能够进入戛纳，我已经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来了之后其他的就自然让它发生就好了。对，拍一部片子。在戛纳拿最佳男主的别没有期待吗？没有，为什么没有？那真的还早，因为自己总也看就是很多大师的电影，包括这些很多大师在这回到这儿来，回去之后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嘛，知道自己在跟自己多对话，然后告诉自己就是你还差在什么地方，哪些地方你还得再去使劲儿吧。你以前曾经说过，你觉得你的作品还不够多，那么再往后的话，你希望你有更多什么样的作品？电影呢？电视剧呢？还是？但是我这2年可能会还是以电影为主，好不容易能拍电影了，对，还是以电影为主，然后尽量去，就像我刚刚说的，尽量我能碰到一些，就是看见整个剧本、整个创作团队，就是很想拍这个。然后我对这个人物也非常有连接感，我觉得就要挑这样的作品之后，然后倾注全力去把它拍出来吧。因为结果我没有办法预设，或者是期待值是什么样的。所以电影对一个演员来讲，是不是还是你们比较期望的一种形式和表达方式？对，因为整个电影的制作周期，就我不是说它长，但是它在前期的准备过程当中。
然后到它整个拍摄，然后到后期，你觉得它就是一部好的电影，一定是一个艺术品啊。那一部好的，就是比如说是剧啊这种样的话，它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你来讲，它也就成为一个艺术品了。电视剧是一种，我觉得它是另外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啊，它更大众化，更让大家可以茶余饭后，然后去消遣，然后去陪伴大家生活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就是电视剧它有那么大的量。你一个演员，你当主演的话，你可能得有800场戏，可能有1200，我最多演过角色是1200场戏。那你在一个周期，比如说5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你去完成1200场戏，除了进入人物以外，你可能更多时候需要经验，需要表演方式，需要去设计这些典型动作，你需要把它更快速的把它连接在一起，啊，对，所以，电影可能会慢一些，也可能更符合我的性情一点，对，所以还是相对来讲，电影的话，对创作来讲是更好的。对，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做这个事情。每年1到2部的话，你再回去拍剧的话，会不会有改变？应该会有吧，我也没试过。我这2年还是主要拍电影，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改变啊。好的，那就祝20号的话，咱们首映成功，谢谢。然后祝《河边的错误》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中国上映的话，都能够大卖。谢谢。也非常期待在荧幕上看见你。谢谢。好的，谢谢一龙。谢谢。好，谢谢。辛苦。辛苦。